今天抽时间去大疆的专营店去看看无人机。这是双井的富力广场。作为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旅游博主，做了2年视频，竟然还没有买过一架无人机。这个富力广场里面还挺漂亮。因为我基本都是自由行背包客，所以一直想买一个轻便的，但是功能比较好的无人机。最近因为出了一款，所以过来看一看。显示专卖店是在1层，进去找一找。北京像这样的商业广场有不少，修建的都非常富丽堂皇。无人机毕竟是一个比较贵重、有一定技术性的产品，所以没有在网上购买，还是想到实体店来看一看。身边有不少朋友推荐我买什么型号的无人机，基本上锁定了2选1，所以想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到底买哪个。专卖店应该就是前面这个。这个大疆的无人机应该说是大名鼎鼎了，几乎所有飞无人机的都买的这个牌子。这个就是上市不久的非常轻巧、功能又强大的大疆 Mini 3 Pro。这个无人机从档次来说分好几档，也见过和我一起旅游的很多人拿过的无人机，多少知道一些。先来看这个比较轻巧的，这个是最初想买的大疆 Mini 3 Pro。这个轻多了。优点就是重量轻，背着没那么重。也会。但也有很多人强烈给我推荐这一款 2S， 就是重量和体积稍微大一些。扛风都是5级是吗？是。听一听。就我如果在这2个2S 跟这个 Mini 3 Pro 2选1的话，我应该选哪个更好？给您推荐的是2S，还是请了位顾问给我好好讲一讲。安全性角度来讲的话，它是4个方向的一个避障功能，上边、下边、前边、后边4个方向，就等于上下前后是吧？前后。这个 Mini 3呢是3个方向，也就是说这个是有劣势的。这个3个方向有哪个方向没有？没有下。3个没有上。没有上。这个上是这儿吗？对，这是它的上。但是这个好像，比如说视野，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吧？视野差别还是比较大。很大是吗？我们做了一个上方功能，比如说我们就在现在给您飞，往上走的话，它是走不上去的。它有个大概的一个安全距离在1.5米左右。在多少？1.5米左右。1.5米，那我觉得这个如果天天在野外飞，比如飞一些有一些桥洞啊，比如有一些那个什么很多都有天生桥嘛，那这种东西这个是不是就好一点？对，更好一些。首先我们过桥洞的时候，上面是有个安全距离的。对。所以说有安全距离，我们就是很容易的去穿过了。如果没有安全距离的话，我们即使上边能识别到一个距离。就如果假设我白天我穿一个天生洞，这个肯定不会炸机是吗？这个对80%吧。那这个如果离一定距离目测不好，就可能会炸。肯定会炸的。这是一个优势啊。因为它有安全性的一个安全距离。那夜景的差别大吗？夜景的差别还是这个会好一些首先传感器来讲的话，这个是1.1/3英寸。对。那这个对飞行高度，它这2个差别大吗？飞行高度的话，首先我们这个2S 它是5000的一个海拔高度，所以说你在没有超过5000都是可以飞的。那如果去这个青藏高原，这就飞不了是吗？这个就不建议了。确定是吧？对，确定，因为它是普通的电池海拔高度在4000，如果换成长续航的电池海拔高度在3000。那这还真是一个重要问题。所以说这是一个痛点，所以说这个就可以 pass 掉了。对，因为我是老是背着包，我永远是背着包的，就是这2个重量差别有多大？首先从飞机来讲，单机这个是249克，然后换成长续航电池变成290克。这个会更轻一些。加电池290是吧？对，最重290。这个呢，就是加上电池呢，最重是690克大概的样子。
那单独的电池我要再背，还有这加上这个遥控面板差别大吗？也就是说单独一块电池应该体验一下，这个没问题。这个重量稍微重一点，这个稍微轻一些。当然这个是长续航的电池，那是普通的。长续航这个能到多少时间啊？7分钟，海拔到3000。是一块还是3块啊？2块长续航，1块普通。加起来是47分钟是吗？对，3块加起来1块。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半个小时30。哦，等于这个还时间长一点是吧？时间长。时间长其实挺重要的。对，其实我这个重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单独配电池。如果假设哈，因为现在有这个口罩原因，我要马上出国玩，那我要带这个是不是就有不方便？这个是不是就更好呢？从规定上来讲的话，每个国家都不同，所以说要查一下当地的一些规定。它这个规定像我们国内这两个有区别吗？国内没有区别。国内没有区别。那到国外的话，区别在于就是重量是吧？一个重量，还有一个就在重量上。重量它是单机重量，比如说你不到250，因为我也看到这个克数敏感。它怎么就叫不用备案或怎么？这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您随便飞就可以，然后不在禁飞区飞就可以。不在禁飞区可以随便飞，就是过来的话，你就拿出这个机子的说明是吗？有些国家定义在250克以下的飞机都是玩具系列飞机。可以这么理解。250克以上的飞机都属于低小慢的一个航空器。那等于我要带着这个东西，我还比较提心吊胆，是吧？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不敢飞。所以说你要了解一下规定，那是比较好的。那我因为是世界各地都去，我不是单于去一国家，我哪个国家差不多都去的。对，那就还是这个比较好一些呗。所以这两款我觉得特别纠结。对，其实这个纠结的话，其实您就选择这一款比较合适一些。那这个我们这个避障功能呢，您看到它2个大眼睛，它是扩散型的。可是假设比如我安排去西藏，因为都是高海拔，那我就基本都飞不了了，是吧？对，高海拔基本上都飞不了。我因为确实不行，那大部分都是4000。我如果重走阿里啊，重走这些线路，那边就高了，确实是这样。这还真是有点纠结。那我买2个，可能买2个。或者您那个。那如果这个整个的套餐把所有东西加起来，这个多少钱呢？也就是说飞机主机这个基础套餐，对，这个套餐8399就配件上就不用买别的了吗？配件上可以单独再买一张卡就可以。卡就可以，然后再弄一个随心换。对。那加起来也9000多块钱，1万之内都打住了。9000多是吧？那个迷你3 Pro 呢？迷你3 Pro 的话，它最高配的话是8064的话，你再买张卡也是8300多块钱了。8300就差1200。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，往上够一点就能够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还是主要是哪个更适合我。对，这也算中档的是吧？这算中上的。中上的啊。对。这是带屏的哈。对。其实我倒每天都随身带这个备用手机，这等于要多加1100是吧？多加1000啊。对，这是个高亮屏。就是不反光是吧？方便沟通。这还真挺重要的，因为我经常看他们蹲在车后头去哈。对。好多人都蹲在车后头。尤其是光线特别强的。那肯定的都是好光线。尤其是像新疆、西藏那个光线。那我要买这个迷你3 Pro，肯定买一带屏的。对，肯定买个带屏的。这现在有点纠结。对，你还去新疆那边。对呀。那个到时候还得建议您买个滤镜。滤镜是什么呀？滤镜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在强光环境下给自己戴墨镜一样。滤镜是安在哪儿呢？安哪儿呢？滤镜？安这儿镜头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滤镜？正常的。这开关机是吧？单击一下长按，灯一次亮了就开机。然后关机的话是灯一次灭。好。单击一下长按。然后开机之后呢，这2个是自动的一个对频，自动就连接上。飞行的是非常稳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户外。这里的销售顾问还是比较专业的，而且还可以在这里试着操作一下。听起来练习这个无人机也不是很难。不过到底选哪一个，确实还是非常纠结的。到底是选这个大疆的2S，还是这个迷你3 Pro 呢？有没有2个都使用过的人，给一个参考建议呢？也期待一些旅游爱好者在留言上给一些建议。